一夜之间，黄金重挫超过$100，白银更是暴跌近4%。昨天还站上4113，被不少人当成反转确认的那根大阳线。今天回头一看，竟成了一个漂亮的诱多陷阱。这波白点跳水，到底是跌势才刚刚开始，还是超跌之后又一个让人心动的黄金坑？今天我们就一步步把它讲清楚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点金日记，我是您的贵金属向导小金。今天是2026年7月24日，星期五。我们照例回顾隔夜，也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四美盘的行情，再一起展望今晚和下周。老规矩，先郑重提醒一句，我说的所有内容都只是我个人的观察和看法，不构成任何投资、交易或理财建议。市场有风险，每一笔决策，请你务必自己独立判断，盈亏自负。在深入之前，先用30秒给你今天的3个核心要点。第一，昨夜金银双双跳水，黄金收在$4050.2，大跌2.45%；白银收在$58.05，重挫3.72%，白银明显比黄金摔得更狠。第二，砸盘的主力是美债收益率和美元的同步走强，加上市场对美联储下周会不会继续偏鹰的担忧。第三，接下来最该盯的就是黄金4000这道整数大关，还有下周二、周三那场美联储议息会议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把这几点讲透。先说整体的盘面感受，如果用一个词形容昨晚，那就是变脸。前一天黄金还放量拉出一根大阳线，气势汹汹地站上4113，收在4151.9。很多朋友以为反转来了，可以放心追多了。结果一个隔夜风云突变，金价高开低走，一路阴跌，最后重挫超过$100，把前一天那根阳线的涨幅连本带利的全部吐了回去。白银就更惨，直接跌穿了$60这道心理关口，把前一天辛辛苦苦收复的阵地一夜之间又拱手让了出去。这里我必须诚实的跟大家做个复盘。昨天这个节目我反复强调过一句话，站上不算赢，守住才算数。我当时把4113这个位置明确点名为多空的分界线，说得很清楚，守住4113，反弹才算立住。可一旦丢掉4113，那根大阳线就会沦为诱多，下方要看4076，甚至看到4000。今天的结果很遗憾的验证了后面这个偏空的剧本，不但4113没守住，连4076也被轻松击穿，多头可以说是节节败退。所以我想说的是，市场从来不会因为一根漂亮的 K 线就改变方向，确认信号一定要用守得住来验证，而不是用冲得高来想象。我们把镜头拉近，单看黄金，周四这一天，金价基本上是全天承压，缺乏像样的反抽，最终收在$4050.2，日内大跌2.45%。从更大的格局看，这个价格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黄金目前不但远在50日均线4227附近的下方，更是深深地压在200日均线4593的下面。你可以把这两条均线想象成多头的2道城墙，现在金价连最外面那道城墙都还没摸到，说明中期的均线系统依然是空头排列，空方掌握着主动权。那多头一点机会都没有吗？也不能这么说。从上涨的一方来看，金价虽然大跌，但并没有失控式的崩盘，目前还稳稳站在4000整数关的上方，说明4000这一带确实有买盘在接。只要今晚到下周金价能守住4000，并且重新收复4076，那这波下跌就更像是一次凶狠的洗盘，而不是趋势的彻底反转。可从下跌的一方看，只要4000一破，下方的支撑就非常稀薄了，很容易引发止损盘的连锁踩踏。所以4000就是眼下这场多空博弈最关键的那颗棋子。
我知道你可能会问，一天跌100美元，这在黄金身上算大事吗？坦白讲，放在过去2年那种一路狂飙、动辄创新高的行情里，这种回调其实并不算罕见。真正值得警惕的，不是跌了多少点，而是它跌破了2个位置。一个是昨天多头刚刚建立起来的4113信心位，一个是4076这个短线的争夺位。位置比点数重要，因为位置代表的是市场心理的攻守转换。当一根阳线辛苦攻下的阵地被一根阴线全部收回，做多的人心里那杆秤就会悄悄从再拿一拿，偏向先落袋为安。这种心态上的微妙变化，往往才是后续走势真正的推手。接下来重点说说白银，因为昨晚真正的主角其实是它。白银收在58.05美元，单日大跌3.72%，跌幅差不多是黄金的1倍半。为什么每次金价一跌，白银总是跌得更凶？这就要说到白银的双重身份了。白银一半是避险的贵金属，另一半却是工业金属，它身上带着更强的经济周期属性。所以当市场情绪转向谨慎，资金开始撤离的时候，白银这个高波动的表弟，往往会比黄金这个稳重的大哥摔得更重，也弹得更高。我们再看一个很有意思的指标，金银比价，也就是1盎司黄金能换多少盎司白银。昨天这个比值大约在68.86，而昨晚随着白银的加倍下跌，金银比一下子又拉高到了将近69.8。这个数字的抬升告诉我们，在这波下跌里，白银是明显跑输黄金的。这背后其实藏着一个信号，市场现在担心的不只是利率，还有对未来经济需求的一丝隐忧。因为工业属性更重的白银被砸得更狠，往往说明资金在为需求转弱这件事做定价。所以看白银，不能只把它当成黄金的影子，它有时候会提前替我们把市场对经济的真实体温给测出来。那么究竟是谁在背后主导了这场下跌？答案主要写在美债收益率和美元这2张脸上。昨晚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路走高，逼近了 4.67% 这个近期的高位，比1周前的 4.55% 明显抬升了一截。与此同时，美元指数也保持坚挺。这2个因素叠加，对黄金几乎就是精准的定向打击。这里我给刚入门的朋友掰开揉碎讲讲这个传导机制。黄金有一个天生的软肋，它本身不产生任何利息，你把它放在保险柜里1年，它还是那一块金子，不会多下一个金蛋。而美债不一样，你买了它是能实实在在拿到利息的。所以当美债收益率往上走，尤其是扣掉通胀后的实际利率往上走的时候，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就变高了。大白话说，就是拿着黄金不生息，我为什么不去买能生息的美债呢？资金一算这笔账，自然就从黄金流向了美债，金价也就被往下压。美元走强也是同一个道理，因为国际金价是用美元标价的，美元越贵，对拿着其他货币的买家来说，金价就越贵，越买不动。那这个逻辑就一定牢不可破吗？我们也得看反面，收益率的上行，如果是因为市场重新压住，美联储要收紧，那它确实压制金价。但如果收益率涨到某个高度，反而让市场开始担心经济会不会被高利率给拖垮，那避险的需求又会回过头来拖住黄金。所以同样是收益率上涨，短期是利空，可一旦涨过了头，引发衰退担忧，它又可能变成利多。这就是为什么我总说，不能只看一个数字的方向，还要看这个方向背后市场在害怕什么。说到害怕，就绕不开地缘政治这条暗线。目前伊朗方向的冲突仍在持续，这层挥之不去的地缘风险，其实是这轮下跌里黄金没有跌得更狠的一个重要原因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金价脚下的一块避险托板，一方面利率和美元在上面拼命往下压，另一方面只要地缘的火药桶还没熄火，就总有一部分避险资金不敢真正离场，在下方默默接盘。
正是这一压一拖的拉锯，让黄金昨晚虽然大跌，却没有演变成失控式的崩盘，而是稳在了4000关口上方。所以对这条线，我们要保持关注。地缘一旦降温，托板就会松动；地缘一旦升级，又可能瞬间点燃避险的买盘。而真正决定中期方向的那只手，是美联储。上一次6月的议息会议，美联储把利率维持在了 3.50% 到 3.75% 的区间，没有动。但那份点阵图暴露出了内部的严重分歧。18位官员里，有9位认为年内至少还要再加一次息，8位认为按兵不动，只有1位倾向于降息。你没听错，现在市场争论的焦点已经不是要降几次息，而是还要不要再加息。根据利率期货市场的定价，下周这场7月会议加息的概率大约在20%，而到9月之前至少加一次的概率已经升到了60%左右。这就是压在黄金头上那个最沉重的宏观砝码。逻辑还是那句话，对一个不升息的资产来说，利率的预期越高，维持高位的时间越长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更高更久的高利率，它的持有成本就越沉重。我给你打个更接地气的比方，你可以把黄金想象成一套不收租的房子，它可能升值，但拿在手里，每个月1分钱租金都不给你。而美债就像一套能稳稳收租的房子，当收租的那套房子租金越来越高，而且大家都觉得高租金还得维持很久的时候，你手里那套不收租的房子，吸引力自然就下降了。美联储要做的正是决定这个租金的高低和久暂。这就是为什么一场议息会议能牵动整个黄金市场的神经。所以下周2、周3那场美联储会议，无论是最终的利率决定，还是会后声明和主席讲话的措辞是偏鹰还是偏鸽，都可能成为金银下一波行情真正的发令枪。在那之前，市场大概率会以一种谨慎观望的姿态反复拉锯。好，说了这么多基本面，我们回到图表本身，从技术面上给黄金找找路标。上方的第一道压力就在4076，这也正是昨天失守的那个位置。多头想要翻身，第一步就得重新把它夺回来，再往上才是4150这道更强的关口。而下方的支撑，第一道就是4000这个整数大关，它是眼下多空的生命线。万一4000失守，下一道防线要看到4月中旬留下的低点3991带。我们再来读一读黄金的动能指标，也就是 RSI。我算下来，黄金目前的14日 RSI 大约在 44.6。给新朋友解释一下， RSI 是衡量涨跌动能强弱的指标，数值越高代表越超买，越低代表越超卖。一般70以上算超买，30以下算超卖。44.6这个数字落在50的中轴线下方一点，属于偏弱的中性区域。这说明什么？它恰好呼应了我们开头那个问题。44.6既没到超卖，说明这波回调在动能上还没走到山穷水尽，下方可能还有空间，但也没有严重超买后的那种高台跳水式的恐慌，又说明它更像是一次健康的挤泡沫。换句话说，从动能上看，洗盘和跌势延续这2种可能，眼下还在五五开，谁也没有完全占上风。白银这边技术格局和黄金类似，但更脆弱一些。它昨晚已经跌破了60这道整数间心理关口，这个位置现在反过来变成了上方的压力，下方要重点看 56.2 这个前期低点，那是白银的一道关键支撑，一旦跌破，就可能打开新的下跌空间。白银的14日 RSI 大约在 42.4， 同样落在中性偏弱的区域，比黄金还要略低一点点。这也再次印证了昨晚白银比黄金更弱的事实。对白银，我的看法是，因为它波动更大，所以无论你是想抄底还是想追空，都要给自己留出比黄金更宽的安全垫，千万别用做黄金的仓位思路去硬扛白银的振幅。再多说一句，白银这种跌起来更快的特性是一把双刃剑，它意味着风险更大，
但也意味着一旦市场情绪回暖，避险与工业需求同时回来，白银的反弹弹性通常也会比黄金更足。所以对愿意承受波动的朋友，白银是观察市场情绪拐点的一个很灵敏的风向标。而对求稳的朋友，它可能就不是一个适合重仓的品种。讲到这里，我必须要重点强调一下风险。今天这样一根大阴线，最容易勾起两种极端情绪，一种是恐慌，觉得要崩了，赶紧割肉；另一种是贪婪，觉得跌这么多了，赶紧抄底。这两种冲动往往都是亏损的开始。眼下正值下周美联储会议这个重大变量落地之前，市场的波动只会比平时更剧烈，任何一个消息都可能引发剧烈的上下扫动。所以我恳请每一位朋友，一定要对仓位保持谨慎，把杠杆降下来。无论盘面怎么诱惑你，都请保持冷静，先看清方向，再谈进场。活下来永远比赚快钱更重要。那么落到最后，我们来聊聊后市怎么看。我把它拆成短线和长线两个维度，分开跟你说清楚。先说短线怎么看，近端最关键的就是4000这道整数关。如果金价能守住4000，并重新站上4076，那昨晚这根大阴线就更像一次凶狠的洗盘，短线有望迎来一次超跌反弹。可如果4000被有效跌破，那下方3990乃至更深的空间就会被打开，短线只能偏空看待。事件上，今晚要留意美国7月的标普全球 PMI 初值和6月新屋销售数据，他们会给美元和收益率提供新的方向。而真正的重头戏是下周二、周三的美联储议息会议，那才是决定经营中期走向的分水岭。所以短线，我的态度是谨慎，以4000为多空的分界线，会议落地前不轻易重仓。这里也顺手帮你把本周和下周的关注清单捋成一条时间线。最近的就是今晚这批美国7月 PMI 初值和6月新屋销售，它是一道前菜，主要看美国经济的成色，进而影响美元和收益率的短期强弱。真正的主菜是下周二到周三那场美联储议息会议，市场既要看它加不加息，更要逐字逐句的去抠会后声明和主席讲话里到底是偏鹰还是偏鸽。再往后，月底和下月初还会陆续有更多的就业和通胀数据登场。换句话说，从今天到下周，黄金基本上是走一步，看一眼数据，很难有单边的大行情，更可能是在4000到4150这个区间里反复的试探和拉锯。再说长线怎么看，把时间拉长到几个月甚至更久，我对黄金反而没那么悲观，因为支撑金价的那几根长期支柱，全球央行持续的购金需求、去美元化的大趋势、居高不下的美国政府债务，以及挥之不去的地缘风险，这些逻辑一个都没有被昨晚的下跌破坏掉。它们决定的是黄金几年维度的大方向，而不是一两天的涨跌。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，短线我偏空，长线我偏多，这两者并不矛盾。短线是天气，长线是气候，你不能因为今天下了一场大雨，就断定这个夏天不热了。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，这波白点跳水到底是跌势的开始，还是超跌后的黄金坑？我的判断是，现在还不到下结论的时候，但天平的关键就压在4000这一个数字上，守住4000，它就更可能是黄金坑，是主力凶狠的洗盘。跌破4000，那才是跌势真正确认，需要警惕的信号。在方向明朗之前，我送给大家今天的一句话：别急着抄底，先看4000守不守。你觉得今晚金价会不会跌破4000？评论区告诉我你的判断。最后，我要再次郑重提醒各位，以上所有分析都只是我个人的研究和观点，不构成任何投资或交易建议。市场瞬息万变，风险永远都在，请你务必独立思考，谨慎决策，所有的盈亏都需要自己承担。好了，今天的点金日记就到这里。如果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
再顺手点亮那个小铃铛，这样每天清晨的第一份贵金属早报就不会错过啦。我是小金，我们明天继续点金，明天见。